每年的夏活地图都集中展现了原神在美术、音乐、地图设计上的技术力。这一次西木兰卡的设计，从解谜的多样性到剧情的信息量，再到地图中隐藏的各种彩蛋和各种梗，我觉得应该是几个夏活版本里面质量靠前的存在。当我们进入这片虚构的世界之后呢，会先来到赐福森林，这里是山地地貌，延续了枫丹的地形特点，海拔高于其他板块，沟壑比较多，视野不如其他2张图开阔。但在色彩的使用上，虽然绿色的面积会比较大，但是巧妙地利用了对比色去进行点缀，油画感很强，偏蓝紫色的基调又带有一丝梦幻的感觉，所以也不会觉得特别沉闷，实名羡慕这种配色功底。而在地图的解谜设计上，折纸青蛙是通过拉动青蛙尾巴的发条，让青蛙跳跃到指定位置，考验玩家对于方向和距离的把握。难度是1星，但是交互的时候，玩家离青蛙越远，青蛙就跳得越远，然后玩家需要追赶青蛙进行下一次的跳跃。对于这个交互设计，我觉得有点呆，如果改成长按蓄力的方式去交互，可能体验会更好一些。而同样是折纸青蛙参与的按节奏起跳的这个交互挑战，我觉得就有点意思，主要是配乐十分的魔性，感觉还挺上头的。然后我们在地图中还会遇到拉绵驼兽的尾巴去控制它点头的这么一个交互玩法，我个人评价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交互设计，有一点长血压。不过这个交互玩法在地图上出现的并不多，所以也还行。那相比之下，鼠鼠飞行让鼠鼠表演穿过圆环，难度1颗星，但是这个抛接的设计，我不由得怀疑设计师是不是养了一只鼯鼠，喜欢玩这种抛接的互动。当然这个玩法在做跑图引导的时候，趣味性还是很强的。那在世界挑战中呢，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大逃杀的玩法，这个思路我给满分，但是过程可以再惊险刺激一些。原模对玩家的围追堵截效率有点低，希望可以增加陆地和空中的协同绞杀，提高攻击频率，对玩家的前进造成更大的阻碍，对玩家的血量造成更大的威胁，这样就会好玩很多了。而北风闪尘吹流和支线任务做完以后的空中巡游是一大亮点，估计这个玩法应该是娜塔的设计，可以期待一下。在空中俯瞰地图真的特别爽，遗憾的就是路线是固定的。告别赐福森林，我们就来到了星轨王城，它坐落在近海的海岛上，其中充满了玩具小人和积木堆建的房屋，在这里藏了很多梗，玩法也十分多样，尤其是神谕柱和时光回溯这些设计的背后，又藏着原神故事的底层设定，还是带着一些巧思的。另外我们会发现很多交互的玩法还带着一些寓教于乐的目的，比如说排队要按顺序啦，比如说小心高空坠物啊，还有看墙上的涂鸦找规律等等。那我喜欢这张图的原因，是因为这张地图的设计是带有 Z 轴的，不同于自然的地形，只能在平面上去行动。王城因为由箱子堆叠而来，所以可以到处攀爬，在收集的过程中不一定非在平面上线性的跑图，可以上下左右自由的行动，尤其是带上伞兵、齐凉凉、千之、温迪这类擅长跑图攀爬的角色，在王城中穿梭真的非常有探索的乐趣。而告别王城之后，我们来到了破碎之海，这里由漂浮在空中的多个碎块构成，周围的风景也从湖海山色转变成了更梦幻的云层，头顶有流星划过天际，远处还有从云海中爆发出来的物质，可以说是相当的梦幻。在这个区域有着积木矿，所以设计了搭积木相关的交互玩法。目前在游戏中的玩法显得比较初级，但是能交互场地中的道具，然后再去实现解谜，这意味着这种设计有了挺强的延展性，继续深入优化这种玩法，那么探索解谜就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开放。另外这张地图里还藏着一些回忆的彩蛋，还是让人挺感慨的。总的来说，这3张地图层层递进，视野从狭窄到开阔，场景从真实到梦幻，配合上一项稳定的音乐，游玩体验是非常舒适的，我可以给它打9.5分。不知道各位对于本次夏活地图的设计有什么看法呢？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2、1，好耶！哇，你别太激动了。